欢迎来到 Nguyen TV 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5大顶流男神集体出事，2024年开场就是大瓜。2024年还没几天，娱乐圈就已经吵得不可开交。塌房的和接近塌房的明星频频爆出，实锤的和无从考证的丑事层出不穷。似乎娱乐圈已经到了重新洗牌的时机，一场大的腥风血雨就要降临。尤其是几大口碑极好的顶流男神，本应该在圈子里雷打不动，却一夜之间都被撬动了地位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第一位，周杰伦。流年不利的2024娱乐圈，万万没想到的是，连休养生息多年的周大佬也被惊动了。其实本来不算是什么大事，但顶流的光环就是这样，就算很小心，小事也很容易上升到大事的层面。像周杰伦带着家人欢天喜地的去看梅梅的演唱会，本着为梅梅打 call 的态度，却没想被对方的粉丝抠字眼，非说他蹭热度还不尊重梅梅。那周董到底说了什么，引发了这样的口诛笔伐？其实他说的话问题并不大，但坏就坏在他的第一句很容易让人误会他抬高自己的身价。熟悉周杰伦的人都知道，狂妄不羁的确是他的本色，哥这个字在他那儿就跟个口头禅一样的存在，不存在刻意冒犯。冒犯他也就懒得亲自来了，毕竟他也不混欧美圈，在华娱他的地位已经相当夯实了。但这是很难说得清，尤其是被刻意拉下水的时候，狂欢的人群是会主动弱化理智的。喜提了几天的热搜后，好久没受这么大委屈的周杰伦也是忍无可忍，亲自开撕对方，话语里满是讥讽，也是自我调侃。他表示在这个圈子里，如果没有机会遭到狗吠，那就真的是无人问津了，被黑也是因为有价值在嘛。这话就非常尖锐了，躲在暗处的对方受到羞辱，这下更疯了，以梅梅并没有赠票给的周杰伦而死死的咬住不松口。至此，更多的人下场子，力证周杰伦就是个自大的骗子。事情发展到这里，很多人都会疑惑，怎么梅梅的那些疯粉就这么看周董不顺眼呢？其实这份恩怨还要追溯到4年前，周董在采访里说了一句不喜欢某个歌手把前任写进歌里，结果被好事的媒体直接放上了梅梅的照片做对应，于是假的也就变成了真的，两家粉丝的梁子就这样结下来了。一个风靡全球的欧美巨星歌手，一个华语影响力最大的歌手，两人无任何利益纠葛，闹成这样，实属意想不到。要说周杰伦跟华娱的哪个明星对上，根本就没有悬念，可对上的是梅梅，对周董来说，名声受损已经是板上钉钉了。第二位，刘德华。风波不止的春节档电影，谁输谁赢都是其次，但刘德华无疑是最惨的那个。他的名气已经可以称得上是传奇的存在，然而退休后，一部《红毯先生》却将他的荣光消去了大半。这事说到底还是跟宁浩脱不掉关系。在主导《红毯先生》时，宁浩也感觉这部影片是一场豪赌，毕竟它的剧情内容并不那么讨喜，甚至还可能会引起一些人的反感和抵触，但或许是因为有刘德华主演的原因，他还是很想搏一搏运气。但说到底，脱离了剧情，他能搏的也不过是刘德华的名气。毕竟情怀这个东西，在这个时代时灵时不灵，
但凡是灵验了，就是一场很大的胜利。宁浩其实也是做了努力的，为了加码，他不惜三顾茅庐去往董宇辉的直播间。不过幸好有这次卖座，不然情况可能更加凄惨。后来，宁浩也做了不少的宣传，次次都带着他的王牌刘德华，这也真是风水流转。搁在20年前，刘德华哪里需要接这种东奔西走的苦？只要电影名下有他的名字，观众都会闻风而至。可今时不比往日，明明宁浩已经看到了刘德华的招牌已经不那么好使，此时换档期可能是最好的选择，但他想赌一把的心思，还是让预料中的一切都发生了。低到让人唏嘘的票房和卖不动的天王名声，最后的苦果大半都让刘德华尝了。虽然拼到最后，宁浩决定用止损的方式妄图留点颜面，但就跟央视嘲讽的那般，不好就是不好，换个时间就能重来，那基本是妄想。刘德华依着不慎，成了时代的眼泪。对比当年的辉煌，他真是晚节不保了。第3位，张颂文。要说去年的大热人物，好不容易火起来的张颂文是当之无愧。他演的人物相当传神，也让人念念不忘。可以说，他已经成了收视率的保障。但谁知道，才风光了1年，他的演技就饱受诟病。在近日播出的《列兵》中，张颂文作为明里温情暗地罪恶的操盘手，本应该是相当出彩的演绎，却不知是不是受了女主的拙劣演技的影响，连带的张颂文也隐隐有点撑不起人物魅力的倾向。尤其是观众对他抱有很大的期待，点开一看，那种不符合预期的对比感，很是有些接受无能。当然，这也不能全怪张颂文，就像刘德华一样，接的剧本不行，他魅力再大，才华再盛，也无法以一人之力力挽狂澜，起死回生。更何况他的搭档着实不给力，对有实力的演员来说，搭档也是唤醒自身演技的一大动力，不然演的也的确不带劲。如今列兵还在热映，虽然前期不佳，但也许后期可以有效的挽尊。不然张颂文的热度因为一部剧见消，那有点得不偿失。第4位，王一博。王一博都1年没演戏了，真是替他掬一把辛酸泪。就年末王一博匆匆上的红毯，一副不想多待只想快点下班的猴急样，还以为这舞台有多烫脚，没想到他着急确实是有原因的，毕竟差点让他身败名裂的谣言已经在路上了。就在近日，有人爆料他染上了艾滋，有图有真相，搞得粉丝都差点信以为真。但真实的情况却是，几年前他去医院，刚好走在某个让人想入非非的指示牌下，就被有心人拍了个正着。这个照片和如今的谣言放一起，就变成了百口莫辩的真事。当然，身为公司的股东之一，莫须有的是，王一博自然是不可能让有心人得逞，立马就摆出了自己的态度，那就是追究到底。如此强硬，才勉强让事态没有继续扩大。不过，要说影响，那肯定是无法彻底消除的。明星一身都是秘密，想入非非的有人士，成为公众人物，就注定要面临这样一场场有损名声的风暴。第5位，肖战。王一博和肖战简直就是一对难兄难弟。当初两人火得一塌糊涂的事，竟然被粉丝不慎拉下了神坛，尤其是肖战，之后一直都希望能低调一些。但奈何他想低调，粉丝根本不想给他这个机会。就在近日，他拍剧的落脚处泄露后，
一大群不知道是真粉还是假粉一直蹲守围攻。尽管他每天都小心地穿着同一件衣服出门，生怕泄露了戏份，甚至低声下气地在网上跟这些跟拍的粉丝商量，仍然没有多大的作用。要说毁偶像的前程，哪家的粉丝最强？肖战可谓是魁首。他是真的怕了，但怕什么就来什么，红的小心翼翼，真是没谁了。虽然明星风光，但烦恼的重量确实不轻。从另一方面来说，我们普通人吃的瓜，其实是明星的人生。但好的坏的，从不会一直落在一个人身上，舆论就是一阵漩涡，总会风平浪静。相信5位顶流总会摆脱困境，迎来事业之春。感谢您观看视频。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，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祝您生活愉快，充满活力。再见。